你有没有注意过，身边有些年过半百的长辈，脸上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什么斑点，而另一些人才刚过50，脸上却已经布满了褐色的老人斑。为什么同样是人到中年，有的人皮肤依然光滑，有的人却像被岁月盖满了印章？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我们的故事要从2个好朋友说起。张阿姨和李阿姨今年都50出头，年轻时两人是一起长大的闺蜜，可如今再见面，彼此的容貌却有了不小的差别。张阿姨脸庞依旧白净，只看到几粒淡淡的斑点，笑起来精神奕奕，而李阿姨的脸上却点满了深浅不一的老人斑，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李阿姨不禁纳闷，难道好闺蜜年轻时一起风吹日晒，怎么到了这个岁数，自己的脸上地图这么明显，而好友却依然面色干净？这是不是有什么保持肌肤年轻的秘方？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一段探索之旅。传说在古代，人们把老人斑叫做寿斑，意思是长寿的人才会长出的斑点，好像是岁月赠予的勋章。然而大多数人可并不想要这份礼物。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很多人以为老人斑是因为体内毒素或肝不好导致的，也有人尝试各种偏方来消除这些斑点，敷姜片，涂柠檬汁，甚至用米醋擦拭。这些方法听起来神奇，但效果往往因人而异。直到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才真正揭开了老人斑的成因。医生终于说出了大实话，那些恼人的斑点其实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让我们从科学角度看看老人斑究竟是什么。老人斑医学上常称为老年斑或脂溢性角化，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皮肤表面的褐色斑块，它们通常出现在脸上、手背上、前臂、额头甚至肩背等长期暴露的部位。刚开始可能只是小小的淡褐色斑点，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逐渐变大变多。虽说叫老年斑，但这些斑点并非只在老年人才有，40、50岁甚至更年轻，如果皮肤长期受到损伤，也可能提前现身。那老人斑究竟如何形成的呢？最大的元凶其实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阳光。没错，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导致老人斑的头号原因。想象一下，当皮肤被太阳暴晒时，体内的黑色素细胞就像拉响了警报，拼命分泌黑色素来保护皮肤不被灼伤。这就好比皮肤撑起一把太阳伞，在年轻的时候，它均匀地替我们挡下了许多伤害。然而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皮肤里的某些黑色素慢慢堆积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肉眼看到的斑点。举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美国卡车司机，整天开车跑长途，左脸常年朝向车窗，被阳光直射，右脸则躲在驾驶室的阴影里。几十年下来，这位司机左半边脸长满了深深的斑纹和皱纹，而右半边脸却相对年轻光滑。这个真人真事生动地说明了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有多么惊人。长年累月的日晒会加速皮肤老化，让斑点过早登场。不过，阳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老人斑的出现，内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在悄悄减弱。年轻时皮肤细胞代谢旺盛，受损的细胞和废物色素会不断被清除更新，但进入中年以后，新陈代谢开始放慢脚步，皮肤清理垃圾的效率也下降了。细胞内逐渐堆积一种叫做脂褐素的物质，可以理解为细胞代谢后的残渣，就像人老了头发会变白一样，细胞里的这些废弃颜料也慢慢积累。当脂褐素在皮肤中沉积，就会呈现出褐色的斑点，有点像铁器生锈、树木年轮那样。岁月在我们皮肤上刻下的痕迹，除了新陈代谢变慢，荷尔蒙的变化也会推波助澜。特别是对女性来说，迈入更年期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雌激素原本有帮助皮肤保持弹性和水润的作用，当它减少时，皮肤的厚度和修复能力都会下降，抵御阳光和自由基伤害的能力也随之减弱。简单来说，原来皮肤有充足的护城河抵抗外敌，现在护城河水位降低了，敌人更容易长驱直入，留下斑点的战绩。当然，荷尔蒙变化不是直接产生老人斑的元凶，但它让皮肤变得更加脆弱，间接的让斑点更容易形成。
再谈谈让皮肤生斑的另一个幕后黑手——氧化压力。我们经常听到自由基这个词，自由基可以理解成身体里的小疯子分子，它们会到处攻击细胞，造成老化损伤。而紫外线照射、抽烟、酗酒、不良饮食甚至心理压力都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年轻时身体的抗氧化防线牢固，能够把自由基清除掉，但人到中年后，体内抗氧化物质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谷胱甘肽等的水平可能降低。如果我们饮食不均衡、作息不规律，就更容易让自由基肆虐。这些自由基就像在皮肤上放火，烧出一点点焦痕，那些焦痕累积起来，最终就成了可见的斑点。想象皮肤是一面光滑的新铁板，自由基的作用就像铁板逐渐生锈斑驳的过程。如果不想铁板生锈变斑，那么减少自由基的侵害至关重要。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老人斑的成因其实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有紫外线的长期轰炸，内有新陈代谢的减缓，荷尔蒙的变化以及自由基的攻击，最终在皮肤表面留下了印记。既然如此，为何有些人满脸老人斑，而有些人却几乎不长呢？这背后的差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揭开的谜底。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基因的影响。每个人的皮肤先天条件不同，有些人天生皮肤里的色素细胞比较活跃，一晒太阳就猛产黑色素，容易留下色素沉淀。也有人天生色素细胞相对温和，即使日晒后也不那么容易长斑。举个例子，有些人小时候就长很多雀斑，而有些人皮肤天生白净无瑕。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如果你的父母在年老时老人斑很多，那么你今后长老人斑的几率可能也比较大。反之，若你家族中长辈皮肤都比较干净无斑，你可能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当然，遗传只是倾向，并非绝对命运。后天的因素往往可以扭转乾坤。说到后天因素，生活习惯可以说是决定老人斑多少的关键。想象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位热爱户外运动，常年在阳光下劳动，却从不防晒；另一位在办公室上班，每天出门前都认真涂防晒霜。20年后，前者脸上的斑点肯定会比后者更多，这并不奇怪。长期日晒而不防护的人，皮肤受到的累积伤害更大，自然容易长斑。而那些年轻时就懂得涂防晒、打阳伞的人，到了中年，皮肤往往会好很多。除了阳光，其他生活习惯也很重要。比如，饮食上爱吃油炸、烧烤和腌制食物的人，因为摄入了较多对身体有害的氧化物质，皮肤状态也容易变差。相反，喜欢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的人，摄入了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皮肤修复能力更好，不易沉积斑点。再比如，长期抽烟喝酒的人，因为烟酒会消耗体内的维生素，并加速自由基产生，他们的皮肤往往更干燥暗沉，斑点和皱纹也会提早报到。而坚持运动锻炼的人，血液循环好，新陈代谢旺盛，皮肤获得的养分氧气充足，废物排出的也及时，自然不容易长斑。护肤保养方面的差异也不可忽视，有些人从年轻时就重视皮肤护理，定期清洁、保湿、防晒一样不落，甚至会使用一些含维生素 C、烟酰胺等成分的保养品来预防长斑。有些人则平日不太护肤，甚至喜欢晒日光浴，让皮肤长期暴露在强烈阳光下。这种习惯累积多年，到了中老年，皮肤状态的差距就会显现出来。另外，不当的美容方法也可能适得其反。有的人为了追求快速祛斑，误用了来路不明的偏方或含有激素、重金属的护肤品，结果反而导致皮肤受损，长出更多的斑。所以正确的护理手段非常重要。最后还有一个隐形因素，就是心态和压力。可能你会好奇，情绪也会影响皮肤长斑吗？答案是肯定的。长期的精神压力、睡眠不足都会干扰身体的内分泌平衡。熬夜、焦虑的人常常脸色暗黄、长痘长斑，这并非巧合。当我们压力大、睡不好时，身体修复机能受影响，皮肤得不到充分休息和养分，加速老化也是自然的。反观那些心态乐观、生活规律的人，
皮肤通常更加健康有光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笑一笑10年少，心情愉快、睡眠充足的人，衰老迹象都会晚一点出现，包括老人斑在内。综合来说，有些人容易长老人斑，有些人不容易，正是遗传、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天条件我们无法选择，但后天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特别是年过50之后，我们更要主动采取行动，延缓和预防老人斑的到来。接下来就进入这趟探索之旅最实用的部分，看看50岁以后如何预防老人斑。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就是防晒。别以为过了50，皮肤已经这样了，就懒得防晒。事实上，不论几岁，防晒都是预防各类色斑和皮肤老化的关键。每天出门前，记得涂抹防晒霜，选择 SPF 指数适合的产品，特别是春夏季紫外线强的时候，更不能偷懒。如果嫌涂防晒霜麻烦，那至少出门戴顶帽子或者打把遮阳伞吧，尽量避免在正午烈日下直晒太久。如果要出门运动或劳动，尽量选择阳光没那么强烈的早晨或傍晚。想象一下，皮肤就像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你当然希望好好保存，不被强光暴晒的褪色斑驳，对吧？我们可不想成为那位卡车司机的翻版，一定要给皮肤足够的遮挡保护，它才能少长斑。第二，均衡饮食和充足水分。皮肤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饮食状况。到了中年，更要注意营养摄入全面均衡，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获取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都是对抗自由基、预防色素沉着的好帮手。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鱼肉、豆制品，可以为皮肤细胞的修复提供原料。尽量少吃过于油腻的食物以及过甜的点心，因为高油高糖的饮食会增加体内氧化压力，对皮肤不利。还有，每天要喝足够的水，这有助于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保持皮肤的水润和正常的新陈代谢。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不爱喝水，但皮肤干燥会让斑点更明显，所以记得时常饮水，保持身体内外的润泽。第三，良好的作息和情绪管理。正如前面提到的，睡眠和心态对皮肤非常重要，尽量不要熬夜，保证每晚有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睡觉时，身体会启动自我修复模式，皮肤细胞也在加班加点，地检修受损部分。如果长期睡眠不足，修复工程就一直停摆，受损的细胞得不到修复，长斑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与其花大钱买化妆品，不如先踏踏实实睡个好觉。除了睡眠，保持心情愉悦，学会释放压力也很关键。中年人难免有各种生活压力，但找到自己的解压方式，比如散步、听音乐、和好友聊聊天，都能帮助稳定内分泌。当你的心态放松平和，皮肤也会跟着高兴，气色好了，斑点也不容易找上门。第四，适度的运动锻炼。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皮肤的活力同样离不开运动的滋养。年纪大了，更要坚持适当运动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每天哪怕快走半小时，打打太极，都能让皮肤细胞沐浴在更充足的氧气和养分中，并且加快代谢废物的排除。你会发现，爱运动的长辈脸色通常红润紧致，斑点也相对较少，这可不是错觉。运动带来的加速循环和出汗排毒对皮肤有裨益。当然，运动时别忘了前面说的防晒措施。户外锻炼可以选择阳光没那么毒辣的时候进行，这样既强身健体又避免晒斑，一举两得。第五，聪明地保养皮肤。这里的保养不一定指昂贵的护肤品，而是指一些基本的皮肤护理原则。首先，保持皮肤清洁和滋润。中老年人的皮脂腺分泌减少，皮肤容易干燥，干燥的皮肤更脆弱，也更容易显老和长斑，所以洗脸后涂抹保湿霜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加强皮肤屏障功能。其次，市面上一些淡斑护肤品，比如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烟酰胺或果酸的产品，对于淡化色斑可能有一定帮助，但效果因人而异，而且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效。重要的是，要选择正规品牌，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不要乱用来路不明的偏方，以免适得其反。最后，如果脸上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老人斑，想要去除，
可以咨询皮肤科医生，通过冷冻、激光等手段安全去除。但这些治疗过后仍然需要做好前面的防晒和保养，否则新的斑点还会冒出来。保养是长期的功课，不是一劳永逸的。说了这么多预防方法，很多朋友可能更关心有没有什么抗斑的食物，吃了之后能够帮助我们对抗这些恼人的老人斑呢？答案是肯定的。民间常说吃啥补啥，讲究药食同源。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某些食物富含特殊的营养素，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预防老人斑的形成。下面就来揭晓4种对预防老人斑特别有益的食物，价廉物美，说不定就在你每天的餐桌上呢。第一种食物就是西红柿。西红柿可不是平平无奇的菜园蔬菜，它简直是大自然送给皮肤的礼物。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这2样都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对皮肤大有裨益。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减少黑色素的生成，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让皮肤更有弹性，不易出现老化斑点。番茄红素则是赋予番茄红色的天然色素，被称为植物界防晒霜。研究发现，番茄红素可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细胞的伤害，就像在体内给皮肤加了一层保护膜。更妙的是，西红柿中还含有一种叫谷胱甘肽的成分，它是一种超级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黑色素的沉积，在体内帮助瓦解已经形成的色素颗粒。所以经常吃西红柿有助于淡化已经冒头的斑点，让肤色更均匀。难怪有人说每天1个西红柿，老人斑不来找。西红柿的吃法也很多样，生吃、熟吃都行。生吃能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 C， 比如吃一份鲜甜多汁的番茄沙拉；熟吃则更容易吸收番茄红素，比如喝碗热腾腾的番茄蛋汤或者番茄炖牛肉。需要提醒的是，番茄红素在油脂中更容易被吸收，所以烹饪西红柿的时候加一点油，会更释放它的营养。总之，西红柿美味又养颜，是中老年人饮食中预防斑点的一大帮手。第2种食物就是猕猴桃。猕猴桃也叫奇异果，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别看它其貌不扬，毛茸茸的外皮土里土气，里面可藏着营养宝库呢。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远高于常见的橘子、柠檬。维生素 C 正是对抗色素沉着的利器之一，它能够干扰酪氨酸酶的活性，而酪氨酸酶是制造黑色素的关键酶。有了维 C 的帮忙，黑色素的生成速度就会放慢。此外，猕猴桃中的抗氧化物质还能把皮肤中已经氧化的深色色素还原成浅色，从而减轻色斑的明显程度。简单来说，经常吃猕猴桃能帮助我们的皮肤对抗暗沉，让脸色更明亮均匀。难怪有爱美女士称它是天然的小灯泡，可以照亮肌肤。当然，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是吃1、2个猕猴桃立马就白净无斑，而是要长期适量的摄入，为身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抗氧化的弹药。除了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富含维生素 E、叶酸和膳食纤维，对整体健康很有好处。建议每天吃1个猕猴桃，作为加餐或者早餐的一部分。如果觉得猕猴桃酸，可以选熟透稍软的，或者和香蕉、苹果等甜味水果混合做沙拉。除了猕猴桃，其他富含维 C 的水果也值得多吃，比如橙子、柚子、草莓、葡萄柚等，都有类似的养肤效果。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地摄取天然维生素，让皮肤一直有充足的养分对抗岁月。第3种食物就是核桃。俗话说，天天吃核桃，不怕人变老。核桃不仅形状长得像大脑，对脑子有好处，在抗老防斑方面，它也是一把好手。核桃富含维生素 E 和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被称为青春之源，是强力抗氧化剂，专门对付破坏细胞的自由基。它就像皮肤细胞的保镖，帮细胞挡掉那些可能导致色素沉积的伤害。足够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护皮肤细胞膜免受氧化，让细胞保持健康年轻，从而延缓斑点和皱纹的出现。研究发现，缺乏维生素 E 的人皮肤会较干燥，易老化。适当补充维生素 E 不仅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对皮肤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核桃正是唯一的极佳来源之一。此外，核桃中的脂肪酸还具有抗炎功效，
有助于皮肤保持弹性和水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每天吃上2-3颗核桃，既滋补身体，又能润肤养颜，可谓一举两得。当然，核桃热量不低，吃的太多会发胖，记得适量即可，贵在坚持。除了核桃，其他坚果比如杏仁、榛子、葵花籽等也都富含维生素 E， 可以当零食搭配着吃。一小把混合坚果当下午茶，不仅满足味蕾，还为皮肤健康加了分。坚持每天吃坚果，几个月下来，你或许会发现皮肤的光泽度有所提升，那些恼人的斑点也不那么容易冒出来了。第4种食物就是胡萝卜。说起胡萝卜，大家都不陌生，这根橙色的小家伙被称为皮肤的好朋友。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源。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对皮肤健康至关重要，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和修复，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完整。如果维生素 A 不足，皮肤会变得干燥粗糙，甚至出现毛囊角化的问题。适当补充维生素 A， 皮肤会更加细腻有光泽。胡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还能帮助皮肤抵御紫外线伤害，胡萝卜护眼明目。众所周知，它对皮肤的保护作用也同样值得肯定。不仅如此，胡萝卜也含有可观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对身体排毒和抗氧化都有帮助。对于想预防老人斑的人来说，经常吃些胡萝卜或者南瓜、红薯等橙黄色蔬菜是很好的选择。你可以把胡萝卜榨汁和苹果混合做成一杯营养饮料，或者炒菜、炖汤时加几块胡萝卜。不喜欢熟胡萝卜味道的人，可以试试脆嫩的小胡萝卜蘸酸奶当零食，也相当美味。需要提醒的是，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和西红柿类似，胡萝卜最好也搭配一点油脂一起吃，吸收效果更佳。相信长期坚持多吃这些丰富多彩的蔬菜，你的皮肤也会像这些食物一样散发健康的光彩。它们为皮肤提供了多方面的保护，既有富含维生素 C， 帮助减少黑色素沉淀的，也有提供维生素 E， 抵抗自由基的，还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促进皮肤新生的，以及含番茄红素，减轻紫外线伤害的。这些饮食上的调理需要长期坚持，配合前面提到的防晒、作息等习惯，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完了方法和秘诀，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张阿姨和李阿姨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后，一起制定了抗斑计划。李阿姨开始注意防晒，调整饮食，每天都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果，睡前泡脚放松，确保睡眠充足。张阿姨则继续保持她健康的生活习惯，并把这些心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几个月后再见，两人惊喜地发现彼此脸上的新斑几乎没再出现，人也显得神清气爽。事实证明，只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老人斑并非不可抗拒的宿命。掌握了这些预防秘诀，我们就能让岁月的痕迹来得更慢一些。与其说是在对抗岁月，不如说是在与岁月握手言和。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岁月也会温柔以待。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给皮肤多一份关爱，少一份伤害，尽情拥抱没有斑驳岁月印记的美好明天。